穿透你脸颊。阿英，时候不早了，走吧。阿英，来了。走吧。听说你们有事要提前离开，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？正要和你告别呢。古静没在，你告诉他就好。我和阿英准备去找宁云山了。宁云山？我警告你，别跟过来啊！哼，本殿下也要回鹰岛了，好吗？谁有空跟着你啊？走吧。正好跟你说一声，你过来一下。阿英是我大泽山的师妹，我不许任何人欺负怠慢她。这还用你说？我自然会护好她。你没事吧，阿姨？那只能下次再见了。还有，她喜欢吃绿豆糕，你要记得给她买。知道了。还有，她喜欢喝酒，偶尔会有些失态，需要有人照顾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，如果你找到宁云山了，第一时间让我知道。还有事没？没了。还有最后一件事。3生石，快追啊！怎么样？没找到。没找到。再找找吧。本姑娘在这儿，你们还想去哪儿找啊？你就是3生石。是啊。本姑娘虽然感谢你们从逍遥手中救了我，但我还不能回幽冥界。为何？当初我离开幽冥界时，可是发过毒誓的。要是我不能成为给半神牵红线的天地月老，我誓不回去。给半神牵红线，现在的神可都喜怒无常的，你何必给自己找不痛快？给人界、幽冥界那些人去牵红线，不是更舒坦些吗？哎，有一点你倒是说对了。神都是喜怒无常的。啊，想当初我想尽办法追了他整整1万年，不仅没得到他半点青睐，反而逼我如豺狼。后来啊，我想明白了，与其为爱卑微，不如好好精进我的技术。等我当上了月老，把我自己跟他牵上红线，不就好了吗？原来他是想给自己和心上人牵上红线啊！不过要成为天地月老，需要牵3界中1万根有特殊灵运的红线，自古以来可没有人做到过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岂不是不能回幽冥界了？快了，快了！经过我的不懈努力，现如今只剩2对。我昨天晚上考虑过了，你们俩仙妖两族自古对立，你们俩又都是继承人，是特殊身份，符合我的条件。还有你们俩，先前有主仆契，是万万不能相爱的。现在主仆契被强行解了，也就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了，也是特殊人选。所以只要你们愿意帮我的话，最快1天，我就能完成任务啦。我不同意，你这么乱的鸳鸯谱，为何不能将我和阿英牵到一处啊？你别胡说了。不行，必须按我说的来，否则就失效了。但是姻缘乃是人生大事，这样会不会太草率了？对呀。你们不用当真的，只要完成既定的仪式即可。
什么意思？死货！娘子，就你偷看美女！娘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带你去买最好的胭脂，好不好？啊！你们呀，平时看不见，其实每一对被牵上红线的恋人，都会长出一颗恋缘果。恋人的感情每增进1分，果子就会变大一些。等果子完全成熟啦，就表示姻缘已经修成正果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你们的红线是为了做任务特意牵的，所以你们的果子必须得在1日之内成熟。而催熟果子的方法就是模拟恋人间的相处模式，比如说吃醋、说情话，或者是其他一些亲密行为都可以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只要做这些假扮情侣，并不需要真的对对方有感情？好啦，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我去找个地方休息休息，加油！那咱们开始行动吧。走。等一下，我的卷仙露不在了。卷仙露？什么是卷仙露啊？就是阿英的心仪男仙君。阿娇，不准说。怎么了？就许你们男的惦记这个惦记那个，我们女仙就不能有选择权利了？我说什么了？阿英，我觉得特别好，走，我帮你去找。可能是方才跑过来的时候，在路上丢了。我们原路返回，找找吧。不用了。我是说你们不用去了，我跟叶爽去找就好了。啊，你们不用来了。那怎么行？我们怎么能分开啊？走。我们分头找吧。我记得就是在。你看到了？那你怎么想？你喜欢谁，我无权干涉。拿好了，下次别弄丢了。臭狐狸！这么让那臭狐狸有什么好的？不对啊，那不是阿英的字，那不是阿英写的。优点无数。谁让你乱改的？我看你卷仙录上写的人，没有一个比我帅，就想着提醒你一下，怕你凑个最好的风景。好吧，好吧，我错了。那你能保留我的名字吗？不能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改，旁人是会误会的。谁误会？难道是古静？别忘了，你可是和他没有。我跟他的主仆期已经解开了，现在没有主仆期能管我了。我想写谁就写谁，你也不必担心了。那，难不成那上面原本排第1的名字是我的？果然我才是阿姨心目中的首选。既然卷仙路也找到了，
我们各自去买礼物，回来交换，抓紧时间。好。阿金，阿金，其实那个卷仙路，阿英啊，我记得你说看完画本之后，很想吃人间的美食，对吧？跟我来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香囊，来看看香囊啊！客官来看看吧。香囊，这是新到的，各种样式都有。虽然香囊是多数女子喜欢的，但是我更喜。阿英会喜欢香囊吗？阿英，算了，问你也没用，我还是去问阿英吧。笨蛋，你这样子能完成任务吗？我难道吃醋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肯定是这果子出问题了。阿英，这个在人间叫糖葫芦，可甜了。我帮你拿。人那么多，别走丢了。走。风吹皱月华，翩跹落花，而琴音悄然酝酿天涯。心动在月下，悄悄发芽。我在你眼神中融化，在我的心上点一道光，像亘古的夜全都被照亮。人间再苍茫，风雪无常，多想一直这样在你身旁，不散场。你看这城里面多繁华热闹，反正要选礼物，你还不如陪我一起吃吃喝喝逛逛，早点把任务给完成了。谁要跟你一起逛？这吵死了！老子要血洗长安，喝完城内所有娃娃的血。狐狸，干嘛？有人告诉过你吗？告诉我什么？你的耳朵，在你说谎的时候，都会竖起来。我哪有说谎？阿英说你在大泽山连兔子都不敢吃，还常去厨房偷偷带胡萝卜给他们吃呢。蠢屌！我那是养肥了再吃。糕点，来看看糕点。姑娘，看看糕点吧。好香啊！是啊，随意挑选啊。不就是桂花糕吗？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看看啊。能找到阿英，带你吃更好吃的。可是再好吃的东西，也比不上我娘做的桂花糕。只是小时候她为了护我，跟一只偶遇的饕餮斗法，反正自那时起，我就再也没吃过桂花糕了。我买了啊，好。这个手串能换多少钱？这可是10万年的檀木珠，反正也是我姑姑硬要送给我的，我本就不想要。长者赐不可辞，你的姑姑也是想要替你挡灾，这是长辈的一片心意，莫要辜负。她也就是会做些表面功夫罢了。不如这样吧，今天不是要互送礼物吗？你现在就把它送给我，它已经是我的了。现在呢，我再把它当成回礼，赠送给你，你就把它当做是朋友送给你的，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别扭了？
老板，来2块桂花糕。哎，好嘞。你为何非要我留下这手串？仙檀木能消灾辟邪，尤其是这10万年的，仅有1株。吴王属妖族，想要在仙界取到这檀木更是难上加难。他把这手串赠予你，可见你在他心中有多么重要。其实，我也听说过你们狐族的一些往事。当年狐王因为跟林墨妖尊的情感纠葛，在仙妖大战中未能及时返回2重天，支援你父王。我也知道你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，但我想，狐王心中也一定很愧疚，尤其是在面对你的时候，所以他才做那么多的事情来讨好你，关心你，却不让你知道。当然，我也不是要多管闲事啊，只是说你作为我的朋友，我不想你跟我一样后悔。小时候老是嫌弃我母亲做的桂花糕不够甜，但是你看，现在我却再也吃不到了。听说你醒了，你感觉好些了吗？已好了大半。那日与魔物作战，伤了太多的妖猿，险些丧命，多亏你相救。看到你醒了，我终于心安了。还好有你在。可以帮我一下吗？哦，好。你还记得吗？曾经，你也是这般为我戴上玉钗。几十层。许是我曾梦到过吧？阿若，你今日……仿佛我们又回到了从前那般。我是在做梦吗？那日你亲自取心头血为我做药引，你的情意我都明白。你当真？你已经原谅我了？从前我便心许于你，只怪命运百般捉弄。经历此劫，我才明白什么是我最想要的，而你，无论何时，永远都在我身边。这些年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又岂是毫不动容的呢？我终于等到了今日。阿若，对不起，阿若，是我太心急了。不怪你，是我尚未痊愈，有些不适。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，我会等到你完完全全接纳我的那一天。你先回去吧。好，那你好生休息。
什么？迎娶这只巧匠特制的竹蜻蜓啊！全天下竹蜻蜓，谁想要？还有谁想要？谁呀？比赛开始。说完了。赢家已诞生，恭喜这两位获得本店竹蜻蜓！我的天哪，我们终于赢了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就差一个。信使大人，何事？殿外发现一封密信。洪州大人，洪州大人，您这是为何？你还有脸来问我？你不知小神君现在的状况吗？怎么会？阿进分明受主仆器的保护，阿英是断不可能成为他劫难的。莫非是这主仆器出现了纰漏？当初东华那老头是如何承诺我的？既然他失手了，这小兽的性命也没必要留了。等那水灵兽回来，我正好亲手了结了他。不可，不可！再怎么说，阿英也是3界水灵兽，岂能随意生杀予夺？古剑是什么身份？你们都是知道的。他绝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。一个微不足道的仙兽，杀了他又何妨？连你也说阿英只不过是区区水灵兽，真神之劫何其复杂，岂是阿英能左右的？这当中或许还有别的玄机，切莫一时冲动，造成不必要的牺牲。请再给我们一些时间，或许能找到回旋的余地。连东华都看不出来的玄机，就凭你们能有办法？小神君的危机已迫在眉睫，你此时拖延时间是何居心？若不是因为有颐和真神，大泽山能有今日？3界之大，真神唯独将小神君交于大泽山，比真神恩泽更加珍贵的，乃是真神之信任。可你们倒全然不顾小神君的性命。这盛名在外的大泽山，没想到竟是这般例子啊！你仙主，洪仇大人莫急，师尊深途远虑，他老人家飞升以前，还留下一个补救之法。这里是人间的姻缘词，这个叫同心锁。只要把同心锁挂到这些红绳上，就代表2个人永远不会分开。许多相恋之人都会来这里祈福的。挂这吧。挂这个。这上锁喽。好了。你为什么把钥匙扔掉？扔掉之后怎么打开啊？
不用解开啊。古镜阿英锁死了。风吹骤月华，翩跹落花，而琴音悄然酝酿天涯。心动在月下，悄悄发芽。我在你眼神中融化。这办法真能奏效？红绸大人放心，师尊断不可能以大泽山来开玩笑，此法定保阿静万无一失。你们可想清楚了？为了护那只水凝兽，大泽山要付出如此代价，值得吗？阿英也是大泽山的一份子，大泽山不护他，还有谁能护他？况且此举也是眼下能护阿静最稳妥之法。好，我且信你们最后一回。师兄，此法也只是权宜之计，并非真正了却天劫。大泽山最先贤主，传天宫谕令。大泽山最先贤主，还不速速随我回天宫伏法！古镜，啊，阿九，来来来，一日期限将至，快让我看看你们的成果。阿九，我们的事晚点再说啊。来，完成的不错啊。你们呢？肯定没动静啊。哦，这不是变得挺大的吗？就是颜色淡了点。这什么时候长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，对啊，什么时候长成这样的？你们什么都没做哈。哦，哎，没事没事，这个颜色淡就淡些吧，哪那么多旗鼓相当的爱情？不过，这果子真的有点小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。要催熟果子，就只有拿出我的终极办法了。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有情人一起步入婚姻，就表示这段婚姻修成正果，所以成亲是催熟炼元果最好的办法。那如果成亲都作假的话，是不是不大好？你别担心，只要换上这个衣服，完成既定的仪式就可以了。再说了，又没有3书6礼，这都不算数的。哎呀，这荒郊野外的，只有我变出的这2间小木屋，又没有人知道。你们自己别说漏了嘴就行。我才不说呢。谁说谁就遭雷劈。好，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快点开始吧。等一下，阿姨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，帮我拿下。哦。阿英，你可终于回来了。很适合你，这个送给你。你把它买回来了？喜欢吗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我怎么还受伤了？我去帮商铺挑了几车货，就赚了点钱把它买回来了。对我来说小菜一碟，没什么的。自己搬的？对啊。其实一个竹蜻蜓也不值得要去做这些。怎么不值得？你那么喜欢它，我就想把它当做我的聘礼，送给你。三生石都说了，
这都不是真的，所以不阿英，用去。虽然成亲是假的，但我对你的心意是真的。这是在演戏，对吗？阿英，你在卷线录上写的第一个人是我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一直都弄错了一件事情，而且错得很离谱。我搞错了喜欢这种感情，直到在百鸟岛上的那一天，我才知道，我想看到戴上炫星凤冠的人是你，阿英。我喜欢你，我想纵然没有主仆契，能不能结一个姻缘契，让我们一直在一起？你愿意吗？你说你喜欢我，你没听清啊？那我再……我听清了。那我的聘礼，你愿意收下吗？别磨磨蹭蹭了，赶紧拜完堂。你看这鬼地方。催什么催啊，臭狐狸！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好，快点快点。哇，大功告成！你干嘛啄我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踩到裙子了。胡子王子啊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我有吗？啊？怎么可能？这该不会是你的初吻吧？我你们看，果然还是初吻的效果好。阿英是不是快结束了？我去看一眼啊。哎，你别跟阿英说。长夜风轻轻，窥明月如梦微呀。眸光落心上，如何不思量？猩红沉重，似是轮转，有你我同上，在虚掩荒凡成寻常。只想和你朝来暮往，看人间辛爽。只想和你长肩手上，眼上看月亮。别让故事无端等候，宛若梦一场，终是我窥见了月光。快让我看看你们的猎人果。
我终于有机会成为天地月老了。你们俩刚才靠那么近，你没对阿英做什么吧？要你管？奇怪，怎么回事？是他们的红线断了。贤竹，贤竹师兄，不可能，我从未听说过师兄有什么相好，而且那个婉月，仙界里没有这号人。这是一对仙凡恋，这个婉月是人间女子，这个贤竹是大泽山弟子。难道是？这名字上怎么有血光闪烁啊？糟了，他们要接受天罚。天罚？啊！帝君，贤竹不过是一时糊涂，还请念在其初犯的份上，手下留情。仙竹师兄，我师弟有伤在身，若是3世纪紫电蛇灵鞭打完，只怕仙元重创，性命难保啊！受帝君手下留情。我受凤渊天帝之托，代为管理仙界，便只依天律天规。若是徇私枉法，今后该如何管束天宫？敢问蓝风帝君，仙凡不能相恋，究竟是何种律法？依据来自何处？无知，仙界律法乃历代天宫管理者所定，仙凡两界本就有别，尊卑贵贱不可逾越。如此罔顾礼法，随意苟合，岂不祸乱仙凡两界？人族肉体凡胎，本就没有半点仙理，如何祸乱仙界？仙族儿想下凡，得向土地拿到灵牌才能够拥有仙力，又如何祸乱人界？我们本都是祖神擎天所创之神灵，为何会有高低贵贱、3、6、9等之分？好一个牙尖嘴利的丫头！今日若不替大泽山管教你一下，天宫尊严何在？住手！帝君，他藐视天宫，污蔑本官，为何不让我教训他？阿英关心则乱，才会有所逾矩。帝君，律设大法，理顺人情，请给贤竹师兄一次改过的机会。阿英，祖神擎天将世间分为神仙妖、幽冥、人，各设界碑便有其深意。天地万物各行其道，稍有不慎，便会乱了其因果。婉月命中无仙缘，这是天道；而贤竹为他避开人世一劫，这便是逆天。逆天之举必遭天谴，这无人可以幸免。帝君，贤竹触犯天规，是我管教不严，恳请帝君允我分担一半鞭刑。师兄，山门有序，凡我弟子，情同手足。若蓝风帝君不愿撤回责罚，古镜愿为师兄分担。阿英也愿意。弟子愿为师尊受罚。帝君，大泽山同门情谊，感人心脾。仙界虽未有仙力，但这法不外乎于人情。大泽山河中共济之情，本君难以拒绝。基于紫电蛇灵鞭的威力，本君宣布，只有达到下君级别的弟子，才可为贤竹分担惩戒。
师兄！贤主有愧师尊的教德，有愧大泽山的期许，不要再为我受伤了。此情此义，贤主铭记在心。剩下的就让我自己一人受着吧。帝君，罪犯贤主已无声息，